Hello，大家好，我是 James。我们今天来体验一下新的服务，它是一个可以24小时帮你收垃圾、收厨余以及回收瓶瓶罐罐，包含铁罐、铝罐、保特瓶。那累计投递之后回收，它还可以有现金回馈存到你的悠游卡当中。那不过这项服务只仅限于回收瓶罐的部分，处理垃圾跟厨余的话需要额外的收费。那我们今天还带了家里的垃圾。瓶瓶罐罐来进行体验。那这个机器呢，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家乐福。那事不宜迟，我们就来体验看看吧。Let's go！我们今天特别请到iChange公司的企划Joanne。好，大家好，我是 Joanne。Joanne，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台机器吗？没问题，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边是平板收集机，那这边的话是垃圾收集机。那我先介绍一下他们的操作。那像是瓶罐回收机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收 PET1 的保特瓶跟铁铝罐。那我们有回馈的模式，就是可能你收10个保特瓶的话，我们就会回馈1块，或者是8个铁铝罐，我们就会回馈1块。那这个回馈的话，就是以现金1块的方式回馈，然后直接存到悠游卡的部分。那像是垃圾收集机的话，我们就是以称重收费的方式，像是0.5公斤的话，我们就收6块，所以1公斤就是12块。那去透过就称重收费的方式，然后让大家知道说，我丢垃圾大概多少公斤，然后产生了多少费用，那也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去做到他们可能垃圾人口减量的部分。OK， 那我们现在就来体验一下回收保特瓶的这个功能吧。首先，我们必须要准备像这种就是完整的保特瓶，然后它上面会有条码。那塞进去的时候呢，它会扫这个条码，然后才开始计费。那我们会先使用悠游卡。那悠游卡的部分呢，记得一定是要用传统的悠游卡，以及像是这种信用卡有包含悠游卡的功能。假设是厚的卡片、特殊造型的，因为它没有办法放到这个悠游卡的桶里面，所以那个是不能使用的。那我们现在就来体验看看吧。好，那我们就先放入第一个瓶子。使用的时候记得条码要朝上，这样机器比较容易感应到。耶！我们终于累计10个投递完成了。10个投递完成之后呢，它就会有1元的现金反馈，那它就会自动存到我们的悠游卡当中。那我们就按结束投递，然后我们列印明细，这边就会有我们这一次回收的一个明细，然后还有我们获得的回馈金。OK， 那我们现在就来体验回收垃圾的这个服务咯。回收垃圾其实跟回收厨余是一样的机制，它是称重收费的。那里面它也有一个冷藏的压缩机，那你就不用担心说垃圾放进去会发臭等等相关的问题。整个机器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干净。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投递的时候记得晶片卡朝下。OK， 这边我们就可以按确定，然后它这边就会打开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垃圾放进去咯。那放进去完成之后，我们这边就可以按一个结束投递。它这边显示交易完成，那我们就按一下列印明细。
它这边有说，我们这次重量是1公斤，然后扣款金额是12块，还有我们的悠游卡余额。那我们就把卡片抽出来咯。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明细，处理费用是12块。OK，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我们 iTrash 工程师李先生。李先生你好。你好。那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假设我们使用的时候碰到失卡的问题该怎么办呢？好，针对这个问题哈，当这种使用机器发生失卡状况，可以点击我的官方带，然后告知你在哪一个站点，这里是内湖家乐福站。那我们会帮你把卡片退出，但是重点，我们这边有这种3种情况，尽量不要使用，因为特殊造型的悠游卡，然后透明的设计的悠游卡，以及加膜贴后悠游卡都不要使用。对。因为我们这是一般读卡机，它是属于正常4次翻弯的悠游卡卡片读取，就像刚刚使用的标准的。然后透明卡片的话，它因为侦测无法退出，所以透明卡片也不能使用。加厚因为厚度增加了也会卡住，所以这3个是禁止使用，要不然你这卡片就拿不出来哦。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使用的时候记得要用传统悠游卡。然后以及信用卡、悠游卡功能的也可以使用。那其他像特殊造型的或加厚的不要使用咯。好，那我们请教第2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投递失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瓶罐投递失败，或者是我们加值失败的时候，该怎么样来做处理呢？好，针对这2个问题，第一个，它要辨识的话，我们已经讲过条码朝上，所以尽可能我们条码朝上，以利它上面的扫描。第2，如果这个产品是新的产品，我们在资料库没有建档的话，麻烦请拍QR code 跟引申给我们会做建档作业，你下次来就可以使用了。那针对储值失败的部分，我们的卡片进去之后都会有累计在这边。你交易失败的话，回馈金它会保留在里面，不会消失。等你下次来使用，它就会加值回去，所以不用担心会加值失败拿不到钱。OK， 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加值失败的话，它还是会累积在系统当中。那如果说投递的时候呢，请注意一定要把我们的条码朝上，然后让机器对准之后进去成功率才会比较高哟。OK， 好，那我们现在访问一下也就是说公司当初创立这个服务以及这个机器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概念呢？iTrash 拥有10年以上的一个技术经验，那从建案住宅的垃圾冷藏设备啊，到现在大家看到的街边垃圾收集的服务，其实都有我们的身影。那其实我们近几年来陆续获得了蛮多的一个殊荣跟肯定。那不只是这样子，我们也跟国内外很多的企业跟政府单位，然后都有去做一个交流合作，那帮助他们去做到就是探讨说如何改善城市的一个市容，那也帮助民众他们去做到自主减少垃圾量的一个目的。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机台，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透过 iTrash 的一个服务，那帮助民众一起来做一个减碳，那实际真正做到从个人然后落实垃圾源头减量的一个问题。对，那帮助就是市民的一个环境整洁之外，那我们也知道说自己的减碳的一些过程跟帮助这个环境是真的在做一个改变的。所以它一部分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民众回收垃圾质量，然后一部分又可以帮我们回收一些空瓶罐或者家庭垃圾，那让我们的市容，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好。对，那我可以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是用称重收费的方式。其实双北市可能比较有感，是因为我们都是用目前都是用专用垃圾袋嘛，所以你需要付费去买垃圾袋，然后去做投递。那其他县市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含在依水费征收的垃圾费，但所以大家一般投垃圾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我是免费投垃圾的，但其实不是，我们都是含在水费里面。那我们就会希望是因为垃圾他们收集到就是换场的时候，他们都是以垃圾的方式去做计费，然后去做处理。那我们就希望通过机台从源头的方式，然后就告诉大家说，其实你垃圾是以称重收费的方式是最公平的。OK， 对，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家庭垃圾不要的时候，其实你投出去的时候，它并不是不用付钱的，而是需要付钱的，只是说它是水征收。那现在我们同样的概念应用在这个机器上，所以我们每次使用我们也会有一个付费的一个动作这样。
OK，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能够体验这个iChash的新服务，那也同时非常谢谢Joanne 跟李先生来协助我们一起做操作跟讲解。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知道，除了传统我们可以把垃圾交给我们的清洁队来做处理之外，现在又有一个新选择，它的外观整体非常的干净整洁。那你可以做到垃圾减量，然后它也可以帮你处理垃圾。那你同样的也可以做回收之后还有一个现金回馈的这样一个服务。那所以今天真的非常开心，然后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能够来体验这个机器。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那喜欢的话记得来体验看看。那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